宇宙诞生于起点大爆炸，有科学家猜测起点是一个温度极高、密度极大、无限小的点。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目前为止，人类可观测的宇宙有930亿光年，这里指人类可观测的极限，就是说宇宙一定比这个还要大。而人类至今发现最小的粒子是夸克，夸克的直径大约是10的负18次方米。无限小的起点应当比这个还要小，有930亿光年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所有的天体皆起源于这么小的一个点。如果存在造物主，他也想不出要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创造宇宙。那么起点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这个问题别说人类要想破脑袋，就是神要和人类说明白这件事，也要绞尽脑汁。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何、辽河，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谓之其名，治之曰道。”关于宇宙诞生之前，老子在这里仅仅说了“萧何、辽河，独立而不改”。这句话应当怎样理解呢？我们只知道138亿年前，宇宙诞生之前，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么时间和空间到底是什么？嗨，大家好，我是无心真人，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中国古人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就是时空。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恒定不变的，而牛顿定律就是建立在这个时空观之上的。在1687年，牛顿写下了他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说：“绝对时空就本质而言是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的，它不运动，而且永远不变。绝对的真实的数学时间就其本质而言是自行均匀流逝，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这就是牛顿的这个绝对时空观。牛顿在写出这句话的时候也许他自己也没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新的定律，因为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头脑中的世界，绝大多数的人们都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绝对时空观，牛顿只不过是把这个概念用更准确的语言表述了出来。在牛顿看来确信绝对时空观的存在，人们不一定非要找到它。绝对时空就好像神话中的造物主一般的存在。而爱因斯坦却对这个天经地义的观念提出了质疑。爱因斯坦认为绝对时空观只是一种假设，这也是爱因斯坦的伟大之处。他明白了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谈》。在这个册子的开篇爱因斯坦谈到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公元前300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成了一本著作《几何》。在这本书里欧几里得抽象出了点、线、面的概念，并且提出了5个公理。所谓公理就是可以用来当作前提的假设。欧几里得的这5个公理第一是任意2点确定一条直线，任意线段能延长成一条直线，以1点为圆心，以1个线段为半径可以画一个圆，所有的直角都相等。过直线外面的1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和已知直线平行。这些公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欧几里得就是从这5个公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欧几里得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就叫做定理。以公理为前提，欧几里得
构建了一座几何学的大厦。这5个公理或者说假设，既不能证伪呢，也不能证实，而所有的定律呢，都是根据这5个假设你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说呢，公理呢是整座大厦的地基，你不能丢弃这些假设，否则的话呢，几何学呢就会变得呢没有根基。而这座大厦真正的根基呢是建立在平面的基础上，所有的几何学它所构建的这些几何呢都是画在平面上的。而这个根基呢，有可能呢欧几里得本人呢都没有意识的。比如说欧式几何告诉我们，三角形的内角和呢是180度，在平面上的确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画在一个双曲面上，画一个三角形的话，它的内角和就会小于180度。如果你把这个三角形画在球面上，那么它的内角和就会大于180度。欧式几何呢，就在曲面上它就并不成立。但是呢，当我们画的三角形呢，如果足够小的时候，即使画在曲面上，欧式几何呢定律呢它又成立。爱因斯坦提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呢，与牛顿定律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只是呢，爱因斯坦呢比牛顿呢思考的更加深入，更加深远。爱因斯坦认为呢，牛顿定律呢只是在速度远远小于光速或者物体质量呢不是非常大的时候呢才成立。那么爱因斯坦是怎么样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麦克斯韦发现了电磁波，同时呢他推导出了一整套的电磁波的方程组。由这套方程组能够明确的计算出电磁波在真空中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也就是光速。而且呢，麦克斯韦也推算出了光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么光波在真空中传播的时候，它的参照物是什么？所以说呢，我们必须给光波一个参照物，或者说必须给它一个它传播的介质。这样科学家想到了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过，在宇宙中存在一种物质叫做以太。以太非常的透明，我们虽然看不到它但是科学家认为光波可以通过以太进行传播。那么有了以太这个神奇的物质整个逻辑就通了。光速就是相对于以太来说是每秒30万公里。科学家认为剩下的工作就是通过实验去找到地球以以太为参考系相对于以太的这一个相对速度。那么这个以太的参考系就是牛顿所说的绝对的时空。可是科学家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器实验去寻找以太都失败了。光速似乎是恒定的，而光速是恒定的，这就和牛顿绝对时空下的这个惯性系就发生了矛盾。而当时爱因斯坦就看到了这个矛盾，他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他说光速在任何惯性系下都是保持不变的，这就是光速不变的假设。爱因斯坦又根据这一假设推导出了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从而推翻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且他划时代的写出了他的那本著名的著作，叫做《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是如何通过光速推导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呢？我们会在下一期视频为您做
简单的讲解，就请你关注订阅一下，让我们呢一起来去探讨关于宇宙的奥秘。我们下期视频再见。